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罗琦与我当事人原是夫妻关系，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但被告多次无端阻止我的当事人探望孩子，甚至是藏匿孩子，导致我当事人无法行使探望权，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且被告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擅自将婚生女儿纪晓安改成了罗小安，请求法院判决：一、变更婚生女儿纪晓安抚养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鉴于被告拒绝履行法定探望权的义务，为维护我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已经向贵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但被告拒绝履行，因此原告才诉请变更抚养权。被告的代理人有什么意见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有什么意见？我的当事人依法提起反诉。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探望权可以被终止。婚姻法第38条规定，如果行使探望权有不利于对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终止其探望权。你等等啊！我去探望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照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离婚了，不看孩子是对的，看孩子反而是错了？不是说你探望孩子不对，是说你探望孩子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不利。不是，我还是没明白，怎么我去探望我的孩子，我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我十恶不赦吗？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罗比，你知道小安对我多重要，你知道的。请当事人保持冷静，控制情绪，保持冷静。法庭啊，走。有一天，你把孩子接到你家，然后你突然中午有事儿，你就出去了，就把孩子丢给了奶奶。奶奶告诉小安说，你爸爸帮你找了一个新妈妈，以后你就有2个妈妈了。孩子从你家回来之后就一直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而且还经常做噩梦，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奶奶说了这种话？别，何律师，你先停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我求证了我母亲，老太太说了，她当时跟孩子说这些话的初衷是想孩子知道，1个妈妈代表1份爱，2个妈妈代表2份。有很多人爱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事实上，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那照你这么说啊，只要是爷爷奶奶说了哪怕是1句半句让孩子不高兴不开心的话，那么爷爷奶奶这一支的人就都失去了探望权了吗？对啊，这没有道理啊！按你这逻辑说的话，90%的爷爷奶奶没有资格去看孩子了。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爷爷奶奶说了一句容易引起起疑的话，就剥夺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被告还有什么理由吗？原告离婚后长期酗酒，患有酒精依赖。根据婚姻法第38条第3款，探望权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并可能危及到子女的安全的，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望权。被告代理人对我当事人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完全是因为被告罗琦情绪暴躁，在工作单位与同事经常发生矛盾，被怀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去调查了他的原单位，我们这儿有他的人事总监的一份报告。他的人事总监亲口说，为了让这个人走，他们宁愿花更多的钱。这是该名人事总监的书面证词。
卑鄙！这个明明是他们违反劳动法在前，他们不得不赔偿。请当事人控制情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了4项具体的法定事由：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对方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应给予准许。原告的证人证词是不能被信赖的。该名证人和罗琦女士有私人恩怨，属于公报私仇。罗琦去看过心理医生，看过心理医生，恰恰是说明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但是酗酒是严重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偶尔喝多几次，那不能算是酗酒。不是偶尔喝多，是经常喝多。原告醉酒之后常有暴力倾向，曾多次酒精中毒致精神障碍。就算是酗酒又怎么了？贝多芬的父亲他也酗酒，还经常醉打贝多芬。哎，这能说明什么？那您的意思是，父亲酗酒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我是说，不能仅仅凭父亲酗酒就断定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呢。那您是被您父亲打多了还打少了呀？请保持肃静。就在前几天，原告还醉倒在我家，这是我家客厅用于防盗的监控，请大家看监控录像。大爷不让我进去，我说谁是小安？我说替小安是我孩子。请问跟这样的一位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罗宾，你不觉得很卑鄙吗？我赌博吗？我吸毒吗？我只是喝点酒而已，其他我还做什么了？你说我有暴力倾向，我打过小安吗？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你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你让我在这等你。我是在给你实弹演习，实弹演习。打官司就是上战场，开庭就是开战。还告吗？还告吗？我觉得就不要让我们家继续出庭了。不，出庭也可以啊，但是有一点，记住，你一定不能生气啊。冲动是魔鬼，如果别人发现你是魔鬼了，那怎么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呢？有一个阶段我是天天喝酒，后来还是罗宾帮我找的医生看的。但他那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喝酒，我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不能拿这事儿来伤害我，他不能。哎，我求求你了啊，你别说这些事儿好不好？既然你请了我，我说话，你不要说话。可是这变更孩子抚养权对于罗琦来说，他太残忍了吧？是你妈想要小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咱如果是真打着官司上了庭，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我刚才说过了啊，今天这只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这只能算是个热身。而且我还提醒你，你如果真的跟罗琦对簿公堂了，那你就不能再这样儿女情长了啊！你们俩就是敌人。